大家好，在我们农村的菜地上，很多人都会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那今天为大家来分享一下玉米怎么样让它长势好。其实很多人在种植过程当中，他说我同样的施肥，但是就是长势差，原来没有给他最爱的肥，所以导致这种情况。那玉米它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种肥呢？今天想通过视频的方式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希望对你们种植玉米也能起到一点点的帮忙。玉米它在整个生长周期对这些氮肥的需求量还算是比较大的，其次是一些钾肥、磷肥，还有一些微量元素或者是叶面肥等等。说到玉米，估计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吃，但是不喜欢有一些种植户种植的，因为他们的一个肥料比较多一点。那农家种植的这种玉米就相对比较好吃，也有很多人自己有土地，自己会种上一些玉米。那首先呢，1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放入1000公斤的农家肥，再混合一点磷钾肥作为底肥，那这样子后续玉米就会长势得更好。想要玉米好，那它追肥也是有点讲究的，就是有一些苗比较弱的，我们可以单独去追肥。那首先我们都知道底肥给它施充足了，等到这个叶片5到6片的时候，我们可以施一点点的肥，然后等到它一节节就是拔节期的时候呢，也可以施1次肥。等到它长到一定高度，出现一个幼穗分化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穗肥，但是这个时候氮肥一定要把它控制好，所以种植玉米一定要少次多量，那这样子吸收起来对它的一个成长是有利的。当没有空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深度施肥，就是在它的一个中间起一个沟，大概是5到10厘米的样子，可以放上一些腐蚀好的农家肥，里面呢比如说鸡粪，再加上一些香蕉皮，因为香蕉皮腐烂之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钾肥，那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一个玉米长势的更好，也可以说补充它之前底肥不足，因为缺钾而导致的一些种种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给它补充下去，那我们的一个玉米后续就会长势的更好。除了玉米根部需要肥料之外，其实它的一个叶片上也是需要一种肥，那就叫叶面肥。那很多朋友会选择一些磷酸二氢钾，我们都知道这个磷酸二氢钾用起来也是比较好的。那在我们当地一些老人家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一些草木灰泡水过后可以喷在上面，不仅能让它吸收到一些肥料之后，还可以预防一些病虫害的发生。当然还有朋友会用一些茶菇给它浸泡24小时之后，过滤出来的水也可以喷在叶面上，让这个叶片呢吸收到养分，它的一个渣渣就可以放到它的一个根部，在根部形成一道防护板，让我们的一个玉米不会受病虫害的一个侵扰。当然也有朋友会用一些生石灰粉放在这个玉米成熟的地方，那这样子就不会说有病虫害侵入玉米，那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也是很多人会用。朋友们，你们在种植玉米的时候是给它吃哪一种最爱的肥呢？以及叶面肥有没有给足到呢？以上就是我们当地一些老人家所用的一些方法，所以今天才会来到这边为大家来拍一个视频分享出来。如果你们有更好方法的，也不妨分享出来，让大家共同学习一下。正所谓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学习农业知识才会提高我们的产量。好了，我们今天就会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客家人称为沙姜的这种植物，它并不是石菖蒲，它的名字叫金钱蒲，它有几个厉害的妙用，今天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好，今天来到这个菜地旁，发现阿姨种植的这种植物好大一株啊，像之前的话呢是非常小的，它并不是很多人在小溪边看到的那种石菖蒲，它叫金钱蒲。那它的一个叶片长什么样子呢？大家近期来认识一下。首先可以看到它的叶片比较宽，而且手摸上去呢非常的顺滑。最主要的话呢，可以看到在它的一个根部这边直上来跟这种石菖蒲是有点相像，它的花朵呢跟石菖蒲也是有点相像，但是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一个叶片，这样子采摘之后呢，一闻，哇，它的一个味道芳香四溢，可以说是在很多以前古代的人像一些将士们为了防止一些蚊虫或者是身上的一些味道，经常把它做成香包带在身上，那也是非常不错的。这点像它的一个株形非常的优美，那很多人呢会把它做成盆景，作为观赏价值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主要它1年4季都是常青，而且它的一个叶片呢是非常的好闻，
同时种在这个院子旁边呢，也能驱赶一些蚊虫。第4点，像它的一个根茎，懂它的老一辈还可以用它来入药，药用价值还算是比较高的，对一些气管炎也能起到很好的帮忙。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对它都是有记载，说明这种金钱蒲啊，除了观赏价值高之外，还可以作为一些香料，最主要药用价值也是相当的不错。像这种金钱蒲一般喜欢生长在这种阴凉的地方，在很多地方都有栽培，甚至国外都会有些人去栽培到这种植物，因为它真的是不仅好看，而且实用，最主要价值还算是比较高的。其实还有一点，像一般兽医遇到一些牛方面的烦恼，都会找到它，像一些风寒呐、等等之类的，只要用上这种金钱蒲，它的一个效果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像这种植物，它的一个花语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就是驱邪避害、长寿康宁。不得不说，这种金钱蒲在我们当地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乡有没有人种植这种金钱蒲呢？你们对它的一个了解以及当地的一些叫法又有哪一些呢？也不妨分享你们知道更多的知识点在视频下方，让大家共同学习参考一下。好了，今天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信啊！好，快了，莫喊这些，搞得怕傻了。大家好，今天天气非常的晴朗，于是来到嫂子他们这边来到这边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鱼钓。我们呢负责去捡田螺，看一下中午能不能炒一盘田螺肉。走，嫂子，我们去那边看一下是不是有没有。看那一只红蜻蜓好漂亮。好多。还有鱼。信啊！好，快了，莫喊这些，搞得怕傻了。哎呀，哎呦！这点位置，你给我转过这下子，还有你，还有你这信的。好重哎！有鱼。看看看。来，几根还大？没这个上不棍子，你煮得下。等。哎呦，小心点。哦。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山货大货哎！哇！你看。哎，什么东西？哇塞！哈哈，这一下就有意思了，看一下有没有谁认识的。哎，不对呀，好像是鲟鱼。我们这边的哪里找到有这个鱼？上面有人放。有没有人放啊？应该没听说有谁放啊，是不是谁在偷偷的养这个？它嘴巴都那么尖，看一下，
是不是很怕它咬人？不会咬人的，不会咬人的。但是哇看着黑黑的，但你看。真的不对哈，因为我们本地根本就没听说有谁养这个。哇，这么大，有没有啦？不知道，就一条是吧？就一个动静。对，真的是很漂亮哈，我们当地很少这个，是不是？哦，这可是美味啊！那怎么办？对呀、怎么办？把锅烧热了就可以了。多准备点油啊！野生的真的想吃。应该我们这个地方没有野生的，怎么可能有小江小河啊？我们这个溪水怎么可能有这个野生鱼呀？对呀、也对也对，没这个道理啊！我感觉把它焖了，焖了好吃啊！可不可以？怎么样？是不是很担心啊？要不我们去问一下，我们看看是不是有人在养这个？也不可能有谁会在这里放生这个东西吧，是吧？也不可能有野生，真的不可能野生的。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小溪水太小，是吧？怎么可能有这个大鱼？是吧？你知道这个长大了有多大吗有多大？200多斤啊！200多斤啊！而且这个鱼特别贵，但是我们这边真的是很少看到啊。要不先堵起来吧，看一下，等一下先问一下再说。先问一下吧，先不要让它人家不能吃的，一吃掉了就麻烦。热锅的话很快的。不能吃就麻烦了呀。先把它堵起来。我们先问一下怎么回事哦。今天高兴坏了啊！太过瘾。没有想到哦，在这边还碰到这种人。真的是奇怪。还是先把它堵起来，闻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不是上面有人偷偷在养还是怎么回事。如果没有人要的，我们就把它拿回去吧。